没有算过，你现在的工资购买力很可能已经是你这辈子的人生巅峰了。德国联邦统计局刚甩出一个恐怖的数据，2025年德国新生儿只有65万多个，出生人数跌到1946年以来最低。你觉得德国人爱生不生跟你没关系？大错特错！跟你讲，无论你是80后、90后还是00后，一场针对打工人的养老杀猪盘已经开始了。今天小雨带你深挖这背后的运作机制，看清真相才能保命。2025年德国的总和生育率，也就是平均一个女性这辈子生几个娃，直接掉到了1.32。更扎心的是，去年德国死亡人数比出生人数硬生生多出了35万，这就相当于一整座中等规模的德国城市直接物理清零了。你可能会说，这都是德国土著自己不愿意生，怪谁啊？德国联邦统计局还特别提到，不管是德国本地女性还是外籍女性，生育率都在下降，也就是说大家都很有默契的选择少生。很多人可能会觉得，生的少那是几十年后的危机，跟我现在关系还是不大呀。各位，最让人绝望的从来不是生的少，而是这波出生率大断崖，好巧不巧正好撞上了另一场历史级的大海啸，德国2000万 baby boomer 的集体大退休。这帮老 baby 里已经大概有500万人开心的过上退休生活了，剩下那一大波会在2036年之前排着队领退休证。科隆经济研究所算过一笔账，德国现在每年大概有130万人到点退休，但每年只有80万职场小鲜肉进来接班打工。你自己算算这个缺口一年能有多大？这就跟我们小时候玩的跷跷板一样，以前退休的大爷和搬砖社畜两边重量差不多，跷跷板稳如老狗。现在倒好，退休那一头疯狂做人，上班这一头却没人补位，这跷跷板眼看就要连根拔起，直接翻了。EV Kern 的预判是，到2036年，德国能干活的人会因为这波退休潮硬生生减少大概430万人，相当于整体劳动力蒸发掉7%。这还没完。2026年6月，路透社引用德国联邦统计局的数据，爆了个更炸裂的料。到2040年，现在正在工位上疯狂输出的这批主力军里，会有大概1330万人超过67岁的法定退休线。这个数字相当于现在整个劳动力大军的30%。也就是说，今天这批能给社会产出价值的牛马里，有将近30%会在未来10几年里从系统的充值会员变成提现会员。到2035年，德国大街上每6到4个人就有1个是67岁以上的银发族，这比例在2024年还只是1/5。聊到这儿，你是不是觉得后背有点凉飕飕的？这才哪到哪？德国的法定养老金玩的是一手现收现付制。我们两个发哼，很多人天真的以为自己每个月交的养老金是存在一个印着自己名字的小猪储蓄罐里，等老了再像取存款一样拿出来花。真相是，德国这套养老金根本不是你的私人小金库，而是边收边花。你现在交上去的血汗钱，转头就发给现在正在湖边晒太阳的大爷大妈了。这就像一口大家围着吃的火锅，锅里的牛肉是现在正在打卡的这一代打工人往里倒的，而那些退休的老人正端着碗坐在桌边，你牛肉刚下锅，他们一筷子就捞走吃了。等你老了，你就得指望下一代打工人往锅里倒牛肉了。但现在最大的死穴是，下一代打工人一年比一年少啊！这套玩法在人口结构还是个金字塔时候，就是精神小伙多、老头少的时候，那叫一个丝滑。火锅里永远不缺牛肉，但现在的德国人口结构已经从金字塔胖成了一个头重脚轻的大肚花瓶，甚至马上就要变成倒三角了。往锅里下肉的人越来越稀缺，坐在锅边敲碗等着吃的人却挤破了头。这锅要是不想连汤都被喝干，只能用这么几招：要么去大街上拉人来下肉，要么让现在下肉的人多下几年，要么让吃肉的人少吃2口，或者干脆让还在下肉的大冤种再多买点肉来下。这是为啥德国经济专家委员会在2026年春季报告里预测，如果这套规则不改，德国社会保险的缴费率会从42.3%一路窜到2030年的45.4%，到了2040年更是会飙到49.7%。拆开看就更吓人了，法定医保从17.5%涨到19.8%，法定养老保险从18.6%涨到21.8%，护理险从3.7%涨到5.2%。后果就是缴费率往上涨，你拿到手的税后工资跟税前的差距就越来越大，老板雇你的成本也跟着涨，最后全社会的就业、投资和经济全部都会被拖下水。假设你税前月薪4000欧，这社保缴费率从42.3%跳到2030年的45.4%。假设劳资双方各扛1半，你每个月得白白多交62欧元。等2040年涨到49.7%，你每个月得多交148欧。这还只是社保涨价这一道菜，还不算你的个人所得税，也没有算通货膨胀。
148欧一个月，一年下来就是小1800欧，够你换个顶配旗舰手机，或者飞2趟地中海去海滩躺平。这笔钱不是你吃喝玩乐造没的，是它在你没察觉的时候，慢慢从你的工资单上飘进了那个填不满的社保黑洞里了。我们现在来沉浸式体验下人口危机的铁拳是怎么砸到80后、90后、00后打工人身上的。80后现在要么正处在收入巅峰，要么正在冲顶，除了搞钱还是搞钱，看起来是不是还挺厉害的？德国社保系统也超爱这帮人，工资高，老当益壮，但还没老到要退休，每月还是按时缴费。以后社保总缴费率从 42.3% 往 45.4%， 甚至朝 49.7% 狂飙的时候，正好全砸在80后最能搞钱也最需要钱的年纪。你以为自己马上要走向人生巅峰了，社保系统在旁边冷冷一笑，这羊够肥，薅秃它。更惨的还在后面，现在在德国进了护理院，第一年入住，老人平均每个月还得自费掏3245欧的自付额。注意啊，这不是总账单，这是扣掉护理险补贴后，你还得咬牙自己往外掏的钱，这价格离谱吗？就这么说吧，到2025年底，德国现有老年养老金平均每个月也就1195欧。也就是说，上个月养老金刚热乎到账，转头护理院就给你甩来一张3倍的账单。最狠的是，这3245欧还只是2026年现在的物价。你想想，等80后变成老头老太太的时候，这价格难道会更便宜吗？我们看一下脑洞，来个保守的预言。假设养老金每年温和上涨 2%， 而护理自付额度每年涨 3%， 到2047年1195欧的养老金大概能涨到1810欧，但3245欧的护理自费额会直接膨胀到大概6040欧，每个月的缺口大概是4230欧。到2050年，也就是最晚一批80后退休的时候，养老金大概会涨到2165欧，而护理自费额可能逼近7900欧，每个月的缺口接近5700欧元。这只是简单的数学，但却能反映出一个比较吓人的情况。只要请人伺候你的费用涨得比你的养老金快，哪怕每年就多涨那不起眼的1%，几十年雪球滚下来，这中间的差价也能变成一个让你砸锅卖铁都填不上的无底洞。最要命的是，80后刚入职场时的德国根本不是今天这个地狱级别的难度啊！那会儿大家都坚信老了系统肯定能给你兜底，谁能想到人到中年才发现这岁月静好的承诺玩的是一手杀猪盘。但现在留给80后攒钱为以后养老铺路的时间真的已经不多了。90后跟80后的痛点还不一样，80后是爬上收入巅峰，然后一头撞上社保涨价，90后的大部分职场生涯估计都要被高社保时代覆盖。你现在正是事业刚起飞，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未来这几年是你攒首付、买大件、养神兽，给自己增加安全感的黄金期。结果呢，社保缴费率跟着你蹭蹭往上爬，你前脚刚努力，多加点班，多赚2个钢镚，医保、养老、护理保险后脚就盯上你了。未来几十年，你都被强制绑定了一个不存在取消订阅按钮的流氓扣费小程序。他天天在你人生的后台搞免密支付，疯狂偷跑你的流量，你常年处在余额不足的极限焦虑里。等90后老得走不动路的时候，面对的绝对不是一个兵强马壮、缴费人多、护工满地跑的德国，90后要面对的是一个青壮年更稀缺、老头老太挤爆、人工费暴涨的德国。还是那套算法，养老金涨 2%， 自付账单涨 3%。 到2057年第一批90后67岁的时候，养老金可能涨到每月2210欧，听着比现在多了，对吧？别高兴得太早。这个时候护理院第一年自付金额可能会飙到每月8110欧了，每个月的缺口将近6000欧元。到2066年最晚一批90后退休时，养老金可能涨到每月2640欧，护理自付额度每年很可能接近10600欧，每个月的缺口大约是8000欧元。你不是在养老，你是每月在给护理院交一套慕尼黑带花园的大 house 的月供，只不过这套大 house 你根本没有产权，它唯一附赠给你的服务就是每天有人来给你翻个身，喂几口流食，换一下尿不湿。人家德国本地人可能还有爷爷辈、父母辈的房产和家底可以继承，你呢是全靠自己死磕语言、熬学历、爆肝搬砖，像西西弗斯一样一路推着石头硬生生往上爬的。但这个冷血的系统绝对不会因为你拿的是困难模式的开局，就大发慈悲的给你社保和未来养老花销打个8折，它只会一视同仁、六亲不认的从你卡里花钱。最后看一眼00后，屏幕前肯定有00后在抖腿，我还小呢，跟我有关，太有关系了。首先，你大概率要在未来人生最能卷、
最能搞钱的黄金几十年里，迎头撞上社保缴费率逼近49.7%的那一波巅峰。你开始爆肝搬砖的那些年，刚好就是德国这台社保机器最穷、最需要把你当成无限提款机的那些年。到了2045年前后，00后人到中年，正好处在最能干活、最能搞钱，也最容易被系统按住薅羊毛的职业巅峰期。抬头一看，一大波老头老太等着你们养活。左右一看，80后开始闪人了，90后也开始在保温杯里泡枸杞了。低头一看，下面能接班的小鲜肉，人呢？这惊天大窟窿拿谁来填？除了盯着你们这些还能跑能跳的00后往死里压榨，还有别的选择吗？曾经那段物美价廉、岁月静好的德国红利期，跟你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如果00后运气爆棚，依然能67岁准时退休，到第一批00后退休的时候是2067年，这是一个经常在科幻片里出现的年份。而到时00后的遭遇也会非常科幻。按照我们之前预言的算法，平均养老金大概是每月2690欧，现在听起来已经相当可观了。但是第一年护理院每月可能要自付10900欧元，每月缺口8200欧。到2070年前后，最晚一批00后退休的时候，平均养老金每月大概可以拿3215欧，护理院自费额可能大约14225欧，一个月缺口大概是11000欧元。到时你可能只需要考虑一个问题：我到底是要卖房还是卖肾比较合适？更可怕的是，00后面对的不是一个遥远抽象还没有发生的未来，很多问题现在已经出现了。比如今天的德国约个医生已经很不容易，到2025年底，德国职业医生大约44.6万人，其中60岁以上已经超过10.4万人，占23.4%。也就是说，全德国还在出诊的医生里，差不多每4个人就有1个过了60岁。这就意味着这批老医生马上就要组团退休了。到了00后老的时候，今天刚进医学院的萌新，到时候都已经成了快要退休的老大夫。00后能不能顺利看上病，全看德国这台老爷车能不能成功扛住老龄化的大换血。要是换血失败，00后未来的看病体验可能非常赛博朋克。先上网填表分诊，再跟 AI 机器人聊聊病情，接着让护士或者视频里的语音医生先对付你一轮。想亲眼看到一个喘气的大活人专科医生，那绝对是稀缺资源，小毛小病全靠 AI 算法打发。真的遇上疑难杂症，你可以想象一下要排队等多久才能约到一个真人医生。今天德国建筑行业接近一半的企业招不到人，土木工程领域缺工比例高达62%。我们现在想找个人修个暖气换个窗户，可能都得排期排上几个月，价格还贵得离谱。那等00后以后买房养老需要一堆本地大活人来服务的时候呢，人工费会更便宜吗？我就问你， AI 能顺着你家无线网从屏幕里爬出来帮你通下水道吗？这就是00后以后必须要硬刚的真实德国，人工服务彻底进化成了爱马仕级别的奢侈品。现在很多人吐槽德国办事慢，那可能还多少带点享受慢节奏生活的凡尔赛体验。等00后老了，德国的慢绝对会变成一套赤裸裸的 VIP 价格体系。很多人喜欢把人口危机浓缩成现在的年轻人都太自私了，都不想生孩子。可问题真正的核心是把一套在人口结构是金字塔的时态设计出来的系统，硬要用在现在倒三角的人口结构上，这在数学上根本就是解不开的死局啊！既然是死局，那就意味着没有任何人能凭空变出钱来救你。整个社会机器为了自保，它唯一的本能操作就是不动声色，一复一日的从你这个还在打卡搬砖纳税的打工人身上抽血续命。所以你还要继续蒙着眼睛假装岁月静好吗？还在把希望只寄托在一张越来越薄的工资单上面吗？得早做打算呢，因为留给你准备的时间可能已经不多了。我是小雨，让我们一起做个清醒的局内人，下次见。